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24年发生的往事，那么也看看2025年台湾未来的走向。财讯想和所有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和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和我们一起追踪震惊趋势，掌握投资脉动。我们先来看一看在24年全球股市的涨跌幅。我们看到纳斯达克呢涨幅 29.6% 呢，领先群雄。最大的关键，美国重要的权值股从苹果开始到 Google 到微软 Nvidia 呢，然后呢到特斯拉，然后 Meta 股价都大幅上涨，这个也是带动美国在纳斯达克大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台股在今年表现勇冠三军，最后的涨幅呢是达到 28.47%， 表现在全球是应该排名第二，第三名呢是标准普尔，然后呢费城半导体。大家看到台湾的加权指数呢能够赢过费城半导体是很多年来首次发生的事情。另外一个是日经指数呢拉出了大概将近 19% 的涨幅，然后呢德国到香港，那么这一次呢中国跟香港在连续大跌多年之后呢，那么现在慢慢稳住了这个跌势。但是呢我们看到南韩的股市啊是下跌 9.63%， 所以它的状况啊是非常严重的。这是在2024年当中啊，我们整个来看一下，台湾呢在亚洲表现相对出类拔萃，而南韩在亚洲最惨烈的市场。新加坡呢因为外资啊大量涌入，它涨幅 16.89%， 那么这比起其他东南亚国家呢相对更好。在2024年表现最强悍的是阿根廷，那么阿根廷的货币大幅贬值呢，它的涨幅 172%， 这是一个在现在米内在当阿根廷总统之后呢，它的经济慢慢在调整，往好的方向在移动。我们也看到在2024年封关当中啊，台股的上涨最大的关键是台积电的表现相对出类拔萃的。那么台积电在过去的这一年涨幅达到 82.1%， 这当中啊 AI 给台湾带来的非常多的机会，包括在伺服器相关的硬体制造呢，因为台湾跟美国的高度的合作，也让台湾的整个产业呢它创造一个非常大的动能，这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在2024年当中，金融类股呢表现是相对好的，我们也看到有3家金控公司啊现在进入到排行榜。你看到金控公司呢，第4大是富邦金控1兆2300亿，然后呢是国泰金，然后呢中信金，他们都挤进了前10大。而这当中呢跟美国的 AI 相关的公司在前10大，美国有8档是跟 AI 有关的。台湾这一次呢相关的，我们看到从台积电到鸿海到联发科，在台达电、广达一路到日月光呢，大致上都跟 AI 有高度的连结，所以这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说没有 AI 就变成悲哀。那么在2024年呢，传统产业杀声震天，这当中啊，最大的输家应该是台塑集团。你可以看到整个台塑集团呢，从台塑开始到南亚到台化，跌幅都在 55% 以上，台塑石化跌了 57%， 那最惨的南亚科呢 62.5%。 所以台塑除了在传统产业受到很大的压制以外呢，那它连在记忆体呢大致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台湾表现最亮丽呢，应该是在前10大的权值股，大致上都很显著的上涨。而这当中外资在2024年卖超台股 6951.62 亿，但是呢投信买超8320亿，它抵消的外资在卖超之后对台湾带来的伤害。那这当中啊，台湾的 ETF 相对表现亮眼。那么前3家 ETF 的公司呢，它持股的部位已经到了1兆以上了。那2024年大家可以看到 ETF 的操盘绩效以元大0050呢表现最出类拔萃。这当中啊0050有 55% 的持股是台积电，所以它也带来非常亮丽的表现。而产业当中啊，在新的 AI 时代呢，像人形机器人都在过去1年拉出非常大的涨幅。另外一个呢是科技的企业老板，每一个人啊他的财富都大幅的上升，这是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的景象。另外一边我们大家回来看一下在中国市场的预测，这个是中金公司在2024年10大预测。他说中国经济有望回升， A 股的
价量会齐扬，美国经济会衰退，看空美国股市，然后呢港股会一直上涨，那么人民币呢相对稳定，大概就10个当中啊，这个有人把它打叉，大部分都错的齁。那同样有人也把杜子成先生在2016年他提到说，如果台湾禁止入资入股，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会在2025年消失。这个消失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一回事，现在看起来比较严重，是成熟制程的晶圆代工现在非常的杀入产业，从联电到世界先进到力积电，现在力积电把技术呢授权给安徽的合肥晶核，现在变成合肥的晶核呢股价上涨，台湾的力积电呢大幅的下跌。另外呢，晶圆代工现在的产能剩下台积电一枝独秀，成熟制程惨遭杀入，现在包括第3代半导体碳化矽，现在情况杀声震天，所以这个是一个产业的景象。我们大概回来看到2025年。未来世界可能要面对一个叫中国内卷全球化。第一个呢，中国在扎钱在记忆体的设厂，那么现在已经引爆14500多家半导体公司的破产。另外也看到中国的廉价的电动车杀遍四方，欧盟现在开始要提高关税壁垒。那么这是德国的总理肖兹，那么他去参观福斯的生产线，那福斯现在看起来情况也是危急啊。他在德国呢，过去是全球汽车重量级的大厂，他成立87年，现在看起来德国的工厂开始在关闭，那这是欧洲现在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这是日产汽车的生产线，这一次日产在经营面对困难的时候要跟本田合作，但是呢市场评价并不高。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电动车的杀戮到底何时会告一段落。大致上呢，在面对中国的未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中国的内卷的行动啊，你可以看到奥地利媒体讲中国已经不再是全球机会之地，而是全球公敌，大家都把门关起来了。那这个出口依赖，大家都争相提高关税，这个时候呢，对中国所带来的压力呢，我相信全世界大概都有目共睹。所以台湾未来在整个产业发展当中，大家一定要想清楚，如果你在整个产业链当中呢，不能够摆脱中国供应链的袭击，未来的产业的发展，你的企业呢可能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这是在未来这段时间呢，大家必须要注意的一个关键的亮点。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过去这一年，南韩的状况是非常的不好。我们看到南韩的总统可能会被抓进监牢，而现在的在野党李在明呢，官司缠身。在南韩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之下呢，南韩股市呢在2024年下跌 9.53%。这个时候呢，三星的股价是大幅下跌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回头来回顾一下，这是在2015年。当韩国跟中国签订 FTA 的时候呢，韩国对中国的出口超过20%以上，南韩呢把希望呢寄托于中国。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经过几年的发展，南韩在石化业、钢铁、水泥、汽车，包括锂电池都受到中国重大夹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可以看到三星最早把面板关闭掉，那南韩的出口从过去的50%现在降到20%，这个时候产业的发展它面临非常大的困难，所以南韩的三星今天所面临的窘境，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三星的手机在中国市场市占率超过30%以上，现在剩下 0.3%， 这是一个大家难以想象的一个市场的萎缩。然后呢，三星也把面板关闭了。OLED 呢现在生存，但是呢它只留下高阶。那在记忆体当中，三星到西安设厂，那么现在中国在记忆体也各个击破，对三星带来非常大的重击。同时我们也看到三星在晶圆代工的良率呢远远落在台积电的后面，所以我们看到艾斯摩的股价呢现在开始在下跌，全球设备大厂都出现相当的回档。那一方面呢，中国的半导体的设备的采购呢到达高峰了，艾斯摩跟相关的半导体材料商呢，他们在过去呢都以3家，包括台积电、三星跟 Intel 为主。现在三星跟 Intel 呢都已经无力采购，造成艾斯摩的股价大幅的下滑。最近我们看到，在应用材料科林到科磊，包括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其实股价都大跌超过30%以上。这个都告诉大家，在面对2025年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的市场的波动，大家要高度的警戒。换句话说，你看到南韩一方面呢，它
他不但要逮捕尹锡悦总统，同时呢，南韩的总理也被弹劾了。那现在由财政部长来代理总统的职位，韩国的政局波动也带来人心不安，同时产业链呢现在岌岌可危，也给国人很大的警惕，也告诉大家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心，这是一个国家兴旺非常重要的法门。第二个呢，在面对中国杀戮这一端产业的选择，如果你选错边，过去呢经常有一个概念，企业家经常在讲两只大象打架千万不要选边，现在大家可以分清楚，美国的 GDP 呢到28兆了，中国 GDP 18兆，双方落差越来越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台湾的产业如果你选错边，可能会造成万劫不复的地步。那么台湾的传统产业到底如何来自救，有待企业领导人想清楚未来自己的产业定位，重新找到正确的道路，才有办法起死回生。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